他们经历过烈火焚身的痛楚，在凤凰的神力下重获新生，成为凤凰观察人类的使者。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继三神鸟后，宝可梦世界里的第二组2级神，金银世代的3圣兽。欢迎来到米旧的宝可梦时代大盘点。视频创作不易，希望能得到你的3连鼓励。炎帝宝可梦金银版2级神，体内蕴藏着比熔岩更炽热的力量，足以燃尽一切。它的原型主要是狮子，同时兼顾了一些大型犬的特质，这可能是基于中国的石狮子，有守护的含义，也像印尼传说中狮形的圣兽巴龙，在当地被视为守护天使，是与恶魔女王做斗争的正义代表。炎帝在设计上也融入了火山元素，背脊上的棘刺就像熔岩，其上的毛发又像浓烟。据说每当他吼叫的时候，世界上就会有一处火山喷发，而上期提到的火焰鸟有在岩浆中疗愈的习性，那岂不是来宾一位？爷里边请。好舒服啊！动画方面，一般剧场版的主角不是1级神就是幻兽，也有些在世代更迭中提前登场的角色，比如路卡利欧或者索罗亚克。像炎帝这种2级神还能拥有独立剧场版的，那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了。说起来，金银版的2级神牌面都挺大的，炎帝有独立的剧场版，水军直接上了游戏封面。雷公嘛，有雷公什么事？早期剧场版尽管也有不成熟的地方，但在利益方面都做得不错。长梦篇讨论了克隆技术引发的伦理问题，洛奇亚篇是对人类造成环境破坏的一种反思。炎帝的这部剧场版根源上讨论的是家庭陪伴的重要性。这部剧场版的剧情我就不过多描述了，讲几个比较有意思的点。其一，剧场版中的炎帝并非炎帝本人，而是未知图腾呼应了女孩的心愿，在虚假的世界里创造出的父亲化身。因为父亲曾和女孩讲过炎帝的故事，甚至为了逗乐女孩而模仿过炎帝，所以女孩自然就将炎帝与父亲联系在了一起。其二，未知图腾的神奇力量。未知图腾共有28种形态，分别对应了26个英文字母、感叹号及问号，而这些文字在宝可梦世界中的设定是古代文字，这就比较有趣了。是否代表了宝可梦世界其实是一个未来的世界？但从某些科技水平来看，似乎也并没有比现实世界先进多少，那脑洞可以更大一些。曾经有个说法，现有的人类文明并不是地球培育的第1代文明，那宝可梦世界或许就是下一代人与神奇生物共存的文明。那时候的人啊，都很传奇，年仅10岁就能有25年训练家的经验。在这样的设定下，未知图腾往往被视为传递某种信息的媒介，而剧场版中它所表现出来的力量是远高于这个设定的。许愿星基拉奇也只不过能瞬移物体，从而达成实现愿望的表象，而他竟然能创造出一个梦想成真的虚假世界。要不然这个幻兽你来当吧。因此，在网络信息还不发达的年代里，未知图腾创造了很多传奇说法，什么收齐多少未知图腾就能去抓某某幻兽，或者拼出怎样的一句话就能开启第3张地图。未知图腾在那时孩子们的心中宛如金手指修改器一般的存在。其三，女孩陷入幻象，对小智发起进攻。这个我还挺有感触的。女孩其实是一个非常善良的孩子，但当她陷入到自己的幻想里时，为了守护眼前的一切，会去抵触可能改变现状的外在力量，在残酷的现实与美好的幻想中做抉择。这一主题其实并不少见，像《火影忍者》中的无限阅读，宇智波斑把全世界拉进了幻梦中，亦或是阴阳师中龙夜叉姬的故事，日轮城的女王被迷糊，将大家困于她人生中最快乐的那天。游戏动漫当然有艺术夸大的成分，但结合现实来看，也是有思考意义的。无论是过去的辉煌，还是不甘的失败，你真的有放下这些向前迈步的勇气吗？好在小女孩有，最终她选择了打破虚幻，回归到了现实世界。作为一部子共向的电影，当然会有一个幸福的结局，女孩找回了父母，开启了梦想成真的生活。而在现实中，或许结局不会那么圆满，但拘泥于过去，真的会错失很多前路的风景，至少不后悔嘛。
说回剧场版，对于炎帝的塑造，虽然是个虚构的幻象，却也真实地表现出了父亲般稳重、可靠、包容的特点，也契合上了炎帝多个原型守护者的特点。他会为了保护女儿，不惜代价地攻击一切干扰者，也会在女儿表达真实心意后，选择尊重与放手。在另一部剧场版《就决定是你了》中，炎帝也有短暂登场。当他静时，有如火山喷发前不怒自威的威慑力；当他动时，有如火山喷发时毁天灭地的爆发力。总的来说，动画中描绘的炎帝有侵略如火、不动如山的气势，那么在游戏里也是如此吗？完全不是。炎帝可是经历了很长一段的低迷期，曾经喜提过唯一神的称号。唯一这个词最早出现在火翼部身上，在初代151只宝可梦中，火翼部的务工排行第2，仅次于快龙，与怪力齐平。但空有一身高务工，却没好招学，甚至在第4世代前，本系火属性的招式都算特攻向的。炎帝和他的情况类似，好在炎帝崛起的时间要早于火翼部，而且随着世代的更迭，炎帝也在一步步变强。就感觉有点像在点命座：1命物特分家，火系也有了务工招式；2命技能池扩大，打击面有了更多选择；3命神圣之火，他得到了凤王亲授的专属招式，不仅威力100%，还有50%的灼伤概率。和领导同属性就是好，水军雷公都没这待遇。4命回忆神速，原本只能通过特殊渠道获得的神速，后来也能通过回忆学会了，是个高威力的先知招式，很契合他。5命特性转变，到第7世代，3圣兽的隐藏特性都改为精神力，让炎帝不会陷入萎缩状态。当然，这个改动如果从命座的角度来看，顶多是个过渡命座，真正质变的还是6命。在第8世代，精神力新增了不受威吓影响的效果，它本身就是务工手，特性与属性也压制着对战环境里的热门角色，借着东风一跃而起，摆脱了唯一神的称号。回头再看他的种族值 ，HP 达到了115，双防稍微弱一些，但好在没有4倍弱点，整体耐久能力还可以。关键是纯火属性下抗性达到了6个，其中不乏热门角色的属性。8代的对战环境也在某种意义上提高了他的耐久能力，而且他本身不惧威吓，神圣之火又有概率腰斩对面的武功，变相提升他的物理端耐久。至于进攻方面，火属性本身也是进攻大系，炎帝的逆袭倒是很有蜗牛精神，落地时一步一步往上爬，当机会来临时才能乘着叶片往前飞。雷公宝可梦金乙版2级神，体内蕴藏着极强的电力，一边释放一边在大地间狂奔。这个游荡的特点是3圣兽共有的，主要也是为了契合设定上，他们是凤王观察人间的使者，当然得四处去溜达啦。大王叫我来巡山，我把人间转一转。甚至当年在游戏里，我们遭遇3圣兽后，他们也会直接逃跑。大王来抓我呀！然后随机在地图上出现，抓起来那是相当麻烦，烦死了。雷公的原型融合了全世界文化中的雷电神，尤其是日本传说中的雷兽，它是雷神的宠物。关于它的形象，各地记载的也都不同，但普遍认为它的体格不大。雷公其实也是3圣兽中体格最小的一只。在这之前，我一直认为水军是最小只的。雷公的形象设计是基于美洲剑齿虎，又名丝剑虎、刃齿虎。在狭义科学概念上，并非真正的剑齿虎。根据资料显示，它的那对獠牙看着威风，其实很容易断裂，威慑作用超越了捕猎作用。难怪雷公长相如此凶猛，武功却不高，走的还是特攻方向。除此以外，它还融入了不少其他猫科动物的元素，譬如东北虎、孟加拉虎、猎豹等等。动画方面，炎帝领衔主演过独立的剧场版，水军上过游戏封面，那总得给雷公分点什么吧。所以在 TV 动画中也给了他一部专属的特别版动画《雷公雷的传说》。别看它只是一部特别版，总时长也堪比剧场版了。
作为外传性质的作品，主角也不再是小智，而是选用了以金银时代游戏的男女主角为原型的角色。这男主你这刘海儿！在这部特别版中，雷公可谓出道即巅峰。和上期讲的闪电鸟一样，他也是为了保护一众雷系宝可梦而从电闪雷鸣间降临。这出场简直帅炸了，有没有？不过帅完以后嘛，就一路滑坡，火箭队轻松用人类的科技压制了他。雷公起初非常讨厌人类，可能之前也目睹或亲历过人类做出来的恶行，为此他甚至还会对前来关心他的主角出手。而这部特别版的主线就是在讲主角如何帮助雷公对抗恶人，最终让雷公卸下心防，与他们并肩作战，并改变了雷公对于人类存在成见的故事。除了这部特别版外，雷公在动画中的出场基本都是出来摆个 pose， 镜头稍微多一点的也就只有宝可梦时代中讲述三圣兽起源的那段，以及剧场版幻影的霸者索罗亚克变成了三圣兽的样子，营造了大肆破坏城镇的假象。没想到此举招来了真正的三圣兽，还都是异色形态的。不过说真的，这三位看起来更像是褪色形态吧。能力方面，雷公的分配一眼就能看出是速攻型的宝可梦，不过速度与特攻分配的都不算极致，耐久这块也是有余粮的。关键它还是纯电属性的宝可梦，仅有地面一个弱点，所以也具备了一定的战场能力。除了输出也可以强化，可以续航，但纯属性也有缺点，规避了弱点，也缩小了它的打击面。光靠电本，它将面对数也数不清的盲点。不过好在它能学会幽灵及格斗属性的特工招式，这三者加一起就能实现打击无盲点了。而8代新增的热水，甚至还能让它反制地面属性。如此说来，它的技能格其实还挺紧张的。总的来说，雷公的强度是不错的，只不过后来同属性的强者太多。光说在2级神里，闪电鸟、雷电云、卡普明明、雷吉艾勒奇都曾是称霸过时代，甚至一直活跃在前线的宝可梦，所以他就不知道被卷到哪里去了。水君，宝可梦金银版2级神，宝可梦水晶版封面神。当年金银版没有第3神，资料片的封面就落到了2级神身上。三圣兽中，水君最为合适。从形象上来说，水君最具仙气。设定上比起另外2只因为控制不住体内的洪荒之力而到处乱窜，水君追寻清泉流动之所的目的也显得更为神性。而且20代以金银为主标题，水君也比较好起名字，形象上也能对应水晶。要我也选水君。水君的形象让人很容易联想到狼，它的确有狼的元素，背上的鬃毛也参考了北极光，同时呢，它也有豹的元素，主要体现在修长的身体曲线上，以及滑行于世间的飘逸感。此外，它还参考了中国古代神话中的麒麟，似水晶的头冠就像2根相交着的鹿茸。动画方面，无论是初到成都地区时在森林中一闪而过的水君，还是在解决铃铛塔危机时随北风惊艳登场的水君，亦或是在剧场版中那个帮助小智对抗暴走时拉比，又在水面上宛若游龙的起舞，凭一己之力净化了水源的水君，都是如清泉般明澈、北风般坚韧的存在。可谁能知道，如此飘逸洒脱、实力深不可测的宝可梦，在动画旅途篇中风评被害，连续塌房，多年来塑造的形象那是整个垮掉。在这集动画中，为了抓捕水君，宝可梦猎人组织故意往河里制造垃圾，把水君给勾了出来。水君登场后，并没有第一时间去解决反派组织，而是先动用全身力量净化了水源。怎么的？你是有洁癖吗？1分钟也忍不了？有脏东西打不了。等水源净化完后，才出手警告了宝可梦猎人。这一套操作下来，水君能量槽已空，正中反派下怀。他们让双蛋瓦斯、臭臭泥、破破袋对水君一顿狂喷。哎呦，别打脸，别打脸啊！哎呀！很快，水君就中毒了，被猎人一根麻绳给套住了。人家被抓住了啦！紧急情况下，一球超人，一球超度了他。对于被收服这事儿，水君开始还挺傲气的，无奈自己身体真的不行，梅开2度，又被猎人用网给兜住了，人家又被抓住了啦！
回忆起小豪先前细心的照顾自己，此刻又在努力的拯救自己，水军有所动容。突然，闪焰王牌被人偷袭，腰子都差点撞歪了。水军一看，这不有台阶下了吗？一下子来了力量，嗷的一声就崩开束缚，3下5除2解决了宝可梦猎人。所以刚刚是搁那装吗？最后，高傲的水军也低下了头，开开心心的进到球里，成为了小豪的宝可梦。短短1集之中，智商下线，实力崩盘。水军大概是吹倒了编剧家的房子，才会遭此厄运吧。能力方面，水军的耐久3维相当不错，这种分配下常常会想到消耗、强化或者干扰路线。走消耗的话，可以配合其压迫感的特性，耗对面的 PP 点，再加上它的强化方式是冥想，既能提升特攻，也能提升特防。强化的同时，也进一步增强了自己的耐久，让特攻手非常头疼。而双打多数会选择精神力这个特性，不会陷入萎缩状态，就保证了他开局不会被击掌奇袭一巴掌拍怂掉，能顺利开出一些辅助招式，比如我方全员提速的顺风，对方全员降特攻的大声咆哮等等。所以双打中，它作为干扰辅助的功能会更大一些。这期内容就先到这儿啦，我是米舅，我们下次见。